你有没有偷偷算过命？或者在某个低潮的深夜，问过自己一句话：我这辈子是不是早就被注定了？努力了半天，薪水还是那个数字，想换条路，又怕一切早有定数，怎么挣扎都没有用。如果真有一个人被算命先生算得奇准无比，考第几名，做几年官，活到几岁，有没有儿子，全都白纸黑字写好了，而且一年一年全部应验，你会不会也觉得认命算了，反正争也没有用？可是这个人在35岁那年遇到一位禅师，被点醒了一句话，从此把那张注定的命盘整个推翻。他多活了21年，生了原本算定不会有的儿子。他把这段亲身经历写成一封给儿子的家书，后来成了流传400年，无数人靠他翻转人生的一本奇书。这本书就是《了凡四训》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帮你读完它，也帮你回答那个藏在心底的问题：命到底能不能改？先花2分钟认识一下这个被命运算得死死的人。他叫袁了凡，本名袁黄，是明朝人。年轻时，他遇到一位姓孔的老先生，精通算命之术。孔先生帮他把一生排得清清楚楚，哪一年考第几名，县考14名，府考71名，提学考第9名，后来竟然一个数字都不差，全中。不止如此，孔先生还算定他这辈子做官能做到什么位子，领多少俸禄，最后会在53岁那年寿终正寝，而且习无子，命中没有儿子。一个人从小到大，每一步都被算中，他会怎么想？袁了凡的反应是彻底认命。他心想，既然进退都有定数，求也没有用，那还努力干嘛？于是变得心如死灰，连书都懒得读，什么都提不起劲。这状态其实跟今天很多人很像，觉得自己出身就这样，能力就这样，命就这样，于是放弃挣扎，把躺平当成看透。转折发生在他35岁那年，他到南京栖霞山遇见一位高僧云谷禅师，两人在禅房里对坐了3天3夜，袁了凡居然一个杂念都没有。禅师很惊讶，问他怎么能心这么定。袁了凡老实说，我的命早被孔先生算定了，求也没有用，所以干脆什么都不想了。云谷禅师听完哈哈大笑，告诉他，一个人会被命数绑死，是因为被自己的妄念绑死，只有那些随波逐流的凡夫，才会被气数牢牢框住，真正肯立志、肯改变的人，命是框不住他的。接着禅师送他一句话，这句话成了整本书的灵魂：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袁了凡如梦初醒。从那天起，他改名叫了凡，意思是告别过去那个认命的凡夫，重新做人。后来呢？他开始发愿行善，认真改过，结果命盘一条一条被改写，考试名次超过了预言，做了原本算不到的官，生了命中没有的儿子，最后活到74岁，足足比算定的53岁多活了21年。一个被算得这么准的人，硬是把命改了。他到底做了什么？接下来，我用《了凡四训》的5个重点，把这套改命的方法讲给你听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《了凡四训》，那就是云谷禅师送给袁了凡的那6个字：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命是我自己造出来的，福要靠自己去求。这句话其实在跟2种极端对着干。一种是宿命论，什么都怪命，我就是没有这个命，于是不努力，不行动，把人生全推给老天。另一种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傲慢，以为光靠拼、靠抢、靠手段就能赢，结果用力过猛，把自己跟身边的人都累坏了。了凡四训走的是中间那条更扎实的路，命确实有一个趋势，一个惯性，就像你过去的习惯、性格、选择，会把你推向某个结果，但这个趋势不是铁板一块，它可以被改变。怎么改？不是靠许愿，不是靠求神，而是靠4件具体的事：立命、改过、积善、谦德。你发现了吗？这4件事，没有一件是玄学，全部都是行动。说白了，了凡四训
不是一本算命的书，恰恰相反，它是一本反算命的书。它告诉你，命运不是用来认的，是用来改的，而改命的工具，不在庙里，不在签筒里，就在你每天的起心动念和一言一行里。接下来，我把这套改命的功夫拆成5个你今天就能用的重点，一个一个讲给你听。第一个重点是一切的起点，立命，也就是袁了凡改命的第一步，先相信命是可以由自己做主的。云谷禅师那句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，乍听很鸡汤，但它背后有一个很硬的逻辑。禅师问袁了凡，你回头想想，你这辈子配得上功名吗？配得上有儿子吗？袁了凡认真反省，才发现自己其实有一堆毛病，脾气急，容不下人，爱干净到有点刻薄，话多伤人，甚至熬夜喝酒伤身，这些全都是会折掉福气的东西。禅师点他，你的命之所以那样，不是老天故意整你，而是你过去的这些习气、性格，自然而然把你推向那个结果。换句话说，你今天的命，是你昨天的自己造出来的。如果命是过去的我造的，那只要现在的我改变，未来的命当然也能跟着改。这跟现代心理学讲的完全一样，你的习惯造就性格，性格造就选择，选择造就命运。举个例子，一个总是抱怨、迟到、把责任往外推的人，他不是运气差，是这套模式会持续帮他吸引来坏结果，同事不想跟他合作，机会也绕着他走。可是哪天他开始准时，开始扛责任，1年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运好像突然变好了。其实不是运变好，是他这个人变了。再看一个例子，2个能力差不多的同事，一个整天念叨反正升不上去，于是摆烂；另一个告诉自己我可以再进一步，于是主动接专案、补技能、修脾气。3年后，2人的命天差地别，而这个差别，从他们相不相信命能改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分叉了。所以立命的第一步，不是去算命，而是先把那个我命就这样的念头丢掉。你相信命能改，才会去做改命的事，你认定命改不了，就真的一步都不会动。今天就请你记住这6个字，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。你怎么看你的命，你就会怎么活你的人生。第2个重点是改命最关键也最难的一步，改过。袁了凡发愿改命后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急着做好事，而是先停止做坏事。一个破了洞的桶，你不先把洞补上，倒再多水进去都是白费。可是人最难的，就是看见并承认自己的问题。所以了凡四训教了一个很实用的方法，叫发3心，改过要先发起3种心。第一种叫发耻心。原文说，但改过者，第一要发耻心，就是要为自己的缺点、虚度的日子感到真正羞愧。不是自我否定，而是那种我不该是这个样子的不甘心，这股羞耻感是逼你改变的第一把火。第2种叫发畏心。原文说，第2要发畏心，就是要对因果、对后果有敬畏。你以为没有人看见的小毛病，其实一笔一笔都在累积，悄悄掏空你的未来。心里有这份怕，你才不敢随便糟蹋自己。第3种叫发勇心。原文说，第3须发勇心，就是要有当下立刻改的勇气。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，而是一拖再拖，明天再说，下次一定。了凡说，发现了过错，就要像被毒蛇咬到手指，立刻砍掉，毫不犹豫。举个例子，一个人明知道报复性晚睡正在毁掉他的健康，每晚还是照滑手机。发耻心是他终于受不了那个烂掉的自己，发畏心是他想到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，发勇心是他今晚就把手机放到客厅，11点准时关灯。3心一起上，习惯才真的断得掉。再看职场，一个总是把事情拖到最后一刻才赶的人，光是懊悔没有用。要改，得先为老是让人收拾烂摊子感到羞愧，
在意识到这正在毁掉我的信用，最后拿出勇气，今天就把那件拖了2周的事立刻做掉。改过从来不是靠下决心，而是靠一个马上的动作。了凡四训还有一句很深的话：过由心造，亦由心改。过错是从你的心里造出来的，当然也要从心里去改。与其一个个去戒表面的坏习惯，不如直接从那颗心改起，心一正，很多毛病自己就掉了。所以今天，请你诚实的找出一个你最该改，却一直拖着没有改的毛病，发耻、发畏、发勇，今天就动手改它。改命是从补好第一个洞开始的。第3个重点是改命最有力的引擎，积善，也就是不断的累积善行。把坏习惯的洞补好之后，接下来就是主动去做好事，去种善的种子。了凡四训引了《易经》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：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一个常常行善积德的家庭，福报会多到留给后代子孙去享。你可能觉得这太玄，但拆开来看一点都不玄。一个总是与人为善、乐于助人的人，身边会聚集信任、人脉，别人愿意拉他一把的机会，这些不就是实实在在的福吗？了凡把行善讲得很细，其中2条特别实用。第一条叫与人为善，重点不是高高在上的去施舍、去教育别人，而是放低自己，去成全别人的好，去帮别人一把。第2条叫爱敬存心，心里要时时存着对人的爱护与尊敬，哪怕面对一个地位比你低、看似跟你无关的人，也打从心底尊重他，这份存心才是善的根。举个例子，职场上有2种人，一种只对有用的人客气，对清洁阿姨、基层同事爱理不理；另一种对谁都一样温和。短期看不出差别，但时间一拉长，后者的人缘、口碑，别人愿意帮他的程度，远远超过前者。这就是爱敬存心累积出来的福。再看生活里的例子，你愿意认真回答一个陌生人的求助，愿意在别人出糗时不落井下石，反而递个台阶，这些小事一件件不起眼，却在悄悄地帮你积善。哪天你有难，会惊讶地发现，居然那么多人愿意站出来帮你。种什么因，得什么果，从来不是迷信，是人情世界最真实的运作方式。而且了凡特别提醒，积善不能只做表面，只为了给人看。他说，凡欲积善，绝不可逊耳目，为了被夸而做的好事，福很薄，真心利他，不求回报的善，福才厚。所以今天，请你刻意去做一件对别人好，却不求回报的小事。不必惊天动地，一句真诚的鼓励，一次举手之劳都算。积善是你能亲手往自己命里注入的福气。第4个重点是了凡四训里最容易被忽略，却最关键的一课，谦德，也就是谦虚的力量。了凡活了大半辈子，看人看多了，发现一个铁律：谦虚的人往上走，傲慢的人往下掉，几乎没有例外。他引了《尚书》一句话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自满会招来损失，谦虚会带来好处。又引《易经》：天道亏盈而益谦，连老天的规律都是这样，把那些自满到溢出来的消掉一些，去补给那些谦虚还留有空间的人。了凡讲得很透，谦则受教有地，而取善无穷。一个谦虚的人，心里是空的，留有余地的，所以学得进别人的东西，容得下不同的意见，于是能不断吸收，不断进步。而一个自满的人，心被我已经很厉害了塞得满满的，什么都听不进去，自然停在原地，慢慢被淘汰。举个例子，职场上你一定见过这种年轻人，能力很强，但锋芒太露，觉得同事都是猪队友，主管都不懂。一开始大家还忍他，可是慢慢的没有人想跟他合作，好机会也不敢交给他，才华全被傲慢抵消了。反过来，那种能力一样好，却永远虚心请教，把功劳分给团队的人，所有人都乐意帮他，提拔他。同样的才华，谦虚的人能放大10倍。再看一个例子，2个创业者产品都不错，一个一有成绩就飘了，听不进批评，
容不下反对，结果一路踩坑，众叛亲离；另一个始终把姿态放得很低，认真听每个用户的抱怨，每个伙伴的提醒，把每次被打脸都当成升级的机会。几年下来，高下立判，谦虚不是软弱，是一种让你能持续变强的能力。所以今天，请你试着做一件事，在一次你本来想反驳、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场合，先把那口气忍下来，认真听对方把话讲完，再说一句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再想想。把自己空出来一点，你会发现，能进到你生命里的好东西反而变多了。最后一个重点是贯穿整本《了凡四训》的总开关，一切的根本都在你的方寸之间，也就是你的这颗心。立命、改过、积善、谦德，讲到最后，了凡其实要告诉你一件事：所有的福都不在外面，全在你的心里。他引了禅宗六祖的一句话：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所有能长出福气的田地，都不离开你方寸大小的这颗心。你想求什么样的福，不必往外面到处找，向自己的内心去耕耘就对了。这句话一下子把整本书收拢了。为什么立命要先反省自己？因为心是源头。为什么改过要从心改？因为过由心造，亦由心改。为什么要谦虚？因为要把心空出来，留有余地。绕了一大圈，全都回到同一个地方，你的心。了凡甚至讲过一句很狠的话：过有千端，唯心所造，无心不动，故安从生。千千万万种过错，全是这颗心造出来的。只要我的心真正安定，不被妄念带着跑，过错又从哪里生了出来呢？这提醒我们，改命不只是改外面看得见的行为，而是要回到源头，去改你起心动念的那一刹那。举个例子，同样是捐一笔钱，一个人是为了被人称赞而捐，另一个是看到别人有难，心里真的不忍而默默捐。在外人眼里两件事一模一样，但在方寸这个层次，福报的厚薄天差地别。决定一件事分量的，从来不是动作本身，而是动作背后那颗心。再看日常，你对家人说话的口气，看到别人犯错时冒出的第一个念头，独处时那些不为人知的小心思，这些别人都看不到，却才是真正在塑造你命运的东西。一个能管好自己起心动念的人，等于握住了改命的总开关。向外求福，求一辈子也未必求得到；向内求心，福田自然就开了。今天就请你开始留意自己的起心动念。当一个不好的念头冒出来，看见它，放下它；当一个善的念头升起，顺着它去做。守住这颗心，你就守住了自己的命。好，20分钟快到了，我们把《了凡四训》今天的5个重点串成一条改命的路复习一遍。第一，立命，先相信命由我做，福自己求，你信命能改，才会去做改命的事。第二，改过，发耻心、畏心、勇心，先把消耗你的坏习惯一个个补起来。第三，积善，与人为善，爱敬存心，持续对别人好，往自己命里注入福气。第四，谦德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把自己放低，把心空出来，让好东西进得来。第五，方寸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所有的改变，最后都回到你的那颗心。你发现了吗？袁了凡从头到尾都在证明同一件事：命不是用来认的，是用来改的。立命给你方向，改过帮你止损，积善替你续福，谦德让你受教，守心替你把关。5件事其实是同一条路，把自己活成一个值得好命的人。真正的好命，从来不是天注定，而是一个人一点一滴把自己修出来的。听完很激励，但你明天就忘了，那这20分钟就白费了。所以我只给你一个今天就能开始做的小练习。袁了凡改命，靠的不是空想，而是一个很笨却很有效的方法。他准备了一本功过格，每天睡前把当天做的善事记一笔，做错的事也记一笔，一天一天的检视自己。所以今天起，给自己准备一个小本子或手机备忘录也行。
每天睡前花3分钟，问自己3个问题：今天我有没有做一件对别人好的事？有没有哪个老毛病又犯了？有没有哪个念头其实不太好？把它们诚实的写下来。不必责备自己，只要看见就好，因为改变的第一步永远是看见。你会发现，光是每天这样记一记，看一看，你做的好事会慢慢变多，犯的错会慢慢变少，那颗心也会一天比一天清明。这就是了凡四训的第一课，也是最后一课，改命，从每天诚实的面对自己开始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我每周都会帮你用20分钟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经典。下一集我们要读的是道家的逍遥之书《庄子》，聊聊一个跟了凡完全相反，却同样自由的人生主题。当你不再执着于输赢得失，人活着到底可以多自在？最后留一个问题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信不信命能改？你的人生里有没有哪个瞬间是你靠自己的选择，硬是把命给扭过来的？我们下集见。